你看过 Minecraft Live 吗？你现在还喜欢看吗？从曾经的全球嘉年华到如今的敷衍走形式，这场关于 MC 的盛大直播活动为什么不好看了？欢迎收看本期最佳阵容，我们正片开始。2017年，猫酱第一次举办了线上直播活动，当时的活动名字还叫 MyCon Earth， 前身是在线下举办多年的 MyCon 活动。这场直播成功的关键是开创了以翻新改善游戏原本内容为目的的大型主题更新，它是活动的基石。玩家们苦等1年，不就是为了看猫酱能拿出什么样的诚意出来？曾经的他们也确实没让玩家失望过。海洋更新、村庄与掠夺、下界更新，直接就把快要走到低谷的 MC 挽救了回来。但随着开发组经历了洞穴与山崖的灾难更新之后，他们决定不再公布未完成的内容，并在不久之后的现在宣告大版本暂时已被小版本取代。注意我说的是暂时哦，以防我话说的太死，未来被啪啪的打脸。但是作为观众的我们，恰恰喜欢的不就是那个能画大饼，但是也真能一一实现的猫酱吗？我也肯定如今的选择是一种务实的、对玩家负责的态度。但作为一个多年来观看直播的人，明显能感觉到，曾经1分半钟就可以公布6个新版本特性，现在看半个小时却只能等来1个生物、1个武器。月刊的体量硬撑起1个小时的直播，这就是它最大的问题。而且制作格式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既然都只有这么一点内容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活动呢？意义又在哪儿？这不既费时又费力吗？而且1年4次更新，却只有2场 live 活动，在直播中公布的内容明显能获得更多的热度与流量。另一个只是告诉你什么时候正式发布，顺便水水时长。好，全是小更新，也整上区别对待了是吧？虽然我们的灵动视效更新成了一坨屎，但是作为一个游戏的重大功能，直播公布才是它应该有的牌面。现在聊起投票活动，很多玩家都是嗤之以鼻的，它也确实造成了玩家群体以及玩家和官方之间的又一次分裂。但是很不幸的是，在投票活动正式取消之后，官方没有找到另一种能提升游戏热度的活动。是的，提升直播和游戏的热度是投票存在的最大意义，只是官方玩砸了。这注定是一个矛盾的产物，存在加剧分裂，消失热度下滑。它的消失导致活动彻底失去了直播的必要，最终变成了如前文所说的直播播放周报。MC 是社区的游戏，是一定要与玩家们紧密结合的，但官方能想到的办法就只是让玩家们做任务，发放披风。我觉得这更是一种恶性循环，发放的披风太丑会被吐槽敷衍发放的披风太多可能会觉得廉价。对，等哪一天官方突然不发了，也容易造成口诛笔伐。不过也是因为 MC 的玩家众多，不同玩家之间所喜好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也不用过分追求让所有玩家们都满意。我只是认为官方应该推出更多可以提升热度与参与感的活动罢了。我有一计，披风3选1。话说当年的大更新明明就是海洋更新，那为什么不直接把生物 A 加入游戏，再让其他3个进行投票呢？有时候我也真的搞不懂这官方的脑回路在哪儿。以及21、22两年每次都有一个傀儡在投票里，那既然这么喜欢加入傀儡，为什么不直接加入到游戏里面呢？导致我每次看到其他生物胜出的时候，已经完全搞不懂他们是在真心庆祝还是强颜欢笑了。他对中国玩家最不友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直播时间，基本每次都是凌晨1点，这对学生群体是相当不友好的。而这恰恰是中国玩家，尤其是网易版玩家基数最大的部分。不友好的时间势必会减少观众的数量和热度。虽然举办的时间通常都是周末，但是我小时候真是邪了门了，要么是家长不让看，要么第2天是调休，要么是周测。反正我小时候算是1次也没看上过。等到成年后，最想弥补的就是小时候的自己，但是再看 Minecraft Live， 发现已经跟记忆中的大不相同了。座无虚席的观众，那些创意无限的 cos， 都随着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我在此创作下这期视频，一个是表达我对如今直播内容的不满，另一个是与我的童年告别。
既然 MC 要更新50年，那就不要让这个长寿游戏的直播活动在第17年就变得无聊透顶了。感谢您收看本期最佳阵容，您的点赞和关注是对我莫大的肯定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